在北京这个相亲环境里哈，大家本来就比较内卷，卷工作、卷收入、卷学历、卷长相、卷家境、卷背景。你要是还有以下这些致命的问题，那你距离脱单就太远太远了。第一哈，工作忙；第二呢，圈子小；第三，长得丑；第四，慢热；第五，穷；第六呢，不会谈恋爱；第七，要求还高；第八，宅；第九，个子矮；第十，太事儿了；第11，你的父母太事儿了；第12哈，社恐。你看看自己到底占了几条呀？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这样的年纪找对象要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会非常礼貌地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啊，相比大龄女生情绪稳定、性格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现状。真的啊，不要以为打扮一下自己，主动一点就一定能脱单，也不是你保养的多好，看上去只有25岁就行了，年龄仍然是在那儿摆着呢，它不会变的。胖瘦可以改，衣品可以提升，唯独时间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大龄剩女，青春没有了，人老珠黄了，钱也没挣到，房也没买上，人还没嫁成，就已经老了，这个才是最崩溃的。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如果相亲啊遇到这样的女生啊，可能真的是你再有修养啊，你都忍不住啊想怼她几句，真的。前不久呢，我安排了一个女生见一位很优秀的男士。话说这个女孩长相啊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啊。那目前呢她在读研，普普通通的家庭出身啊，26岁。这位男士呢是自己在开公司的，收入的非常可观。那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35岁了。两个人呢约在一个餐厅里啊，男士呢非常有礼节啊，让女士啊自己点菜。这个姑娘呢看着菜单点了7、8样菜啊，全部都是这个饭店里最贵的。总之啊，这顿饭最后呢吃了2000多。席间呢，这个女生就各种啊打听男士的资产情况，问他住在哪儿啊，住在什么小区啊，在北京有多少套房产呀，啊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啊，公司一年能赚多少钱啊，银行大概多少存款啊。说实话，一个事业做到这么成功的人啊，跟这种蠢丫头相亲，我感觉真的是啊在浪费时间呀，哎都给我丢脸。可笑的事情是呢，当这个男士啊说自己的全部资产加到一起可能有一个小目标这么多啊，那这个女孩呢竟然非常平静地说了几个字，还可以吧，脸上还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这个回复让这位男士感到很惊讶哦，他就说啊，那既然你都这么直白了，那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好吗？男士说，你现在还在读研对吧？那你之后呢，工作方面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女孩说，我不打算工作，我要先找一个对我好的老公，我就不打算工作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男士又问他啊，那你之前谈过几段恋爱呢？他说，不瞒你说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在追求我，谈过3段啊，都超过了1年以上的啊。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他说呀，我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些普信男嘛，要么就是渣男，所以啊，我现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男人身上了，我就想找一个踏实过好日子的人。然后男士又问，那你家里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啊，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职工啊，我有个弟弟还在念大学。最后啊，问他，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他真的就是那句话，我年轻漂亮啊。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男士已经对他超级下头了，其实心已经凉凉了。但是人家出于礼貌呢，还是把这个饭吃完了啊，单也买了。然后两个人呢还在商场里边溜达了一会儿。
结果这姑娘啊，这个时候按耐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在一个品牌包店逛了很长时间就不出来。这个男士明白她的意图，但是怎么可能给她买什么东西呢？人家完全没看上她。结果啊，他看这个男士啊没有给他买东西的打算，就直接开口要了，说你看咱俩出来相亲，你不打算给我送点小礼物吗？男士这个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终于说了一句，你觉得我是看上你了啊？你可真是很自信啊，喜欢你就自己买呗。啊，说完人家就走了啊，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了，是不是很尴尬？哎，现在这样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啊！你就说说啊，普普通通的你，哎，没有什么背景，家境也一般啊，自己呢一分钱不挣啊，有几分姿色，你就想等着一个有钱人来娶你啊，来养着你啊？哎呀，你有让人家看得上你的点吗？啊，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利他的属性吗？你真的认为单靠颜值你就觉得自己配得上有钱人？说难听一点啊，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有点异想天开了，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啊？你想嫁给有钱人啊，让你温柔主动套近乎，你说你拉不下来这个脸，让你去舔大哥，哎，给点情绪价值，你一副端着的样子，让你上的厅堂下的厨房，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啊，让你学学亲密关系怎么去照顾对方，哎，你理直气壮地说那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啊。让你每天坚持看2个小时的书，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哎，你说太麻烦了。让你学习提升自己眼界，提高情商，做个聪明的女人吧。哎，你说我只想做我自己啊，我不想为任何人去改变。你还想嫁个有钱人，你凭什么嘛？啊，就算我给你介绍多少个身价很高的男人，你跟人家聊10分钟，你都不知道跟人家聊点什么啊？你能够吸引得住这样的男人吗？你还想让他喜欢你？就你脑袋里边那点东西啊，能够让对方多看你一眼吗？啊，我认真的告诉你啊，有钱的男人不单单是只看你的脸的，你没有对等可取的价值是不会喜欢上你的，你懂不懂啊？现在的二婚低换女真的是很多。最近呢，有一位准备2婚的女人来找我啊，介绍对象。她说自己的要求不高，硬件条件方面啊，只希望对方有车有房，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正常啊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啊，他一定得对自己的孩子好，视如己出啊，也舍得给自己花钱，物质上不能太吝啬了，喜欢大大方方的男人。女人呢，需要的都是仪式感，所以啊，不能因为是2婚了啊就糊弄他。节假日呢，买礼物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是需要的。他说呢，希望对方是一个知冷知热、细心周到的暖男。希望对方能够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一起呢逛个商场呀，吃个美食啊，散散步啊，看看电影啊。那种既浪漫又幽默的男人啊，是最能吸引他的。他呢说着说着啊，这眼神都开始迷离起来了啊，说自己对于浪漫的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我接下来说的一番话真的是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你就别幻想着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还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啊！咱们现实一点，30多岁的人了，都快奔4了。我告诉你啊，2婚的男人啊，根本就不想跟你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男人只在意你什么时候跟他去308研究一下人体表皮学，什么时候你能把你的骨盆献出来，理解吗？你要是跟他说你很慢热呀，他估计立马就放弃你了，追求下一个目标。如果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别浪费他的时间，明白吗？如果你喜欢人家，就别磨磨唧唧的啊，你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别在那儿拐弯抹角的向人家要礼物啦，要金钱啦，哎，要诚意啦，考验观察指标一大堆。你又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不谙世事。既然都是2婚了，一切都是要落在生活上的啊，实际一点。哪个2婚男人天天给你搞浪漫呢？再说了，现在男人人家也成长了啊，人家也不是傻子，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拼命给你花钱的。那些男人花了钱，结果女人又跑路了的事儿还少吗？咱毕竟不是20几岁的小女孩了啊，男人没有必要在你身上花时间、花精力，还花钱啊去追求你，知道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关键是女人的年龄才是价值啊，年轻才是财富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岁数一大把了，还不现实点啊？想法做事咱稳重点啊，低调一点，行不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男人条件不错啊，离过婚的能看上你啊，那都是运气不错了，知道吗？啊，咱就别在这儿提一大堆的条件了，审一审吧，行吗？啊，你们说对不对？最近我这来了一位35岁的女士啊，跟我呢吐槽她最近啊相亲的一些经历。
她觉得呢，现在遇到的很多男的呀，都挺奇葩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啊，她已经见了不下20个男人了，但是她发现这些男人呢，都怪怪的。比如说啊，请她吃饭吧，还要跟她 AA， 逛个商场吧，什么都不会买的啊，也不表示一下诚意，搞一副穷酸样出来，也不知道给谁看的呀。甚至啊，他们连饭都不会请她吃，直接一瓶矿泉水，找个地方一坐啊，好点的呢，请她喝个奶茶，逛个公园啥的啊，或者呢喝口咖啡。约会吧啊，没有一个会开车去接她的，还别说送她回家了，真的实在太抠门了。还有一个男士啊，直接就问她哦，你有没有打过胎啊？跟前任同居了多久呢？这种人啊，简直情商不要太低了啊！他介意我跟前任同居过，难道他就没有跟他的前任同居过吗？不要太双标了好不好？还有一位说，结婚的话，希望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开销全部都 AA 制。那我就反问他，那生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哺乳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都 AA 吧？你说是不是好笑啊？还有一位啊，问我结婚要多少彩礼，那我就照实说呗。我说我们家就从简了啊，6万就行了，图个吉利。结果人家好吧说，你们女人可真物质。那我就没有搞懂哈，我是跟他要豪车了还是要豪宅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谈到钱就变成物质了。我就说，那不要彩礼也可以啊，我有房子啊，你可以不用买啊，我呢也有车，你可以不用置办，来我们家住就可以了。婚后呢，如果有了孩子呢，我的房子还可以写你的名字。结果啊，这位立马就说那可以啊，可是啊，我却加了一条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后的孩子得跟我姓。他说那哪行啊，我堂堂7尺男儿，孩子跟你姓，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你看啊，男人其实也很现实，不知道为什么啊，过了30岁以后，相亲男人的条件是一个不如一个了。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呢，不是有这毛病就是有那问题，还挑得不得了。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认认真真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他一束花，他自己啊还感动得不得了。最后啊，他还感叹了一句啊，想想还是以前的男人格局大啊。和他相亲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会请他吃美味佳肴，还会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他们还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家的。于是我说，那以前那些男的对你那么好，也没见你成啊。我觉得呀，你是被以前那些人啊给宠坏了。想一想，你20多岁的时候，经常都有男人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对吧？可是呢，最终你不还是对人家说 no 嘛？而且啊，相亲期间所有的费用啊，基本上都是男人在承担。其实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你不是也不同意人家交往吗？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些抠门的男人格局小，但是那些格局大的男的，你不也拒绝了吗？说白了，如果你的格局大，你怎么不请他们吃顿饭呢？你们说对不对？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她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她，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我真的是啊，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两句。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真的是啊，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哎，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啊，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哈，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啊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啊？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啊，真的是啊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啊，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啊，广而告之一下啊，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啊，这些女孩子啊，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啊？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最近啊，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啊，她相亲相了3年了啊，都没有结果，她不想结婚了。她说现在的男人啊，好像都不想结婚，也都很不靠谱，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确实啊，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啊，命都没了。没钱的呢，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干脆躺平算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不香吗？而女人们呢，男人没钱啊，他们是瞧不起的，那有钱的男人呢，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于是啊，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钱我可以自己挣，娃我可以自己生，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
算了吧啊，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有父母和亲人，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人生也很完美啊。我们完全是独立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且能过得很好。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吗？为了爱情吗？为了经济吗？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对吧？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可以创造家庭，并且呢，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呢，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你自己努力。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填充、改变，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姐妹们，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啊，跨越那道门槛，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相信自己，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你们听到了这些话啊，作何感想呢？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一直都认为男女啊是这个世界上两种元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这两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是什么？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一起克服困难，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会多一份力量。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相互背叛呀，相互算计，相互抱怨啊，相互责怪啊，那两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一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